要讲的一个话题，名詞叫赤馬紅羊。赤馬同紅羊咧，佢都代表咗火好激烈，給人一種大紅大紫的感覺。係完全相反嘅。伴隨住好多嘅戰亂啦、饑荒啦、天災啦，呢2年嘅國際嘅貿易，再一次嘅貨幣嘅戰爭亦都會出現翻。未來2年是不是要更加的小心？作為呢個世界嘅其中一份子，一定會受到影響嘅。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咧？可以從3個神煞嘅角度同大家進行一啲分析嘅。2026年就嚟到啦，係時候睇睇自己嘅運勢點行啦。好多觀眾同我問開年嘅運勢啦，都話最緊張嘅就係揾錢、事業同埋健康嘅。其實大家都喺電視度見過我㗎啦，我係風水大師兄。之前呢，喺通靈之王而攞咗冠軍啦，亦都做過超能力學院嘅導師。同好多嘅學員一齊去突破自己嘅界限，正因為係咁啊，我更加明白點樣可以用到玄學去幫到大家實實在在咁解決問題嘅。八字唔係為咗認命，而係幫我哋每一位去認清自己嘅運數同埋能量。邊段時間行財，邊個方位嚟事業，點樣去調健康，我都喺我課堂逐一為大家拆解，仲會教你道法術器去提升運勢，等你可以自己幫到自己，亦幫到身邊嘅至親。你可能會驚我冇基礎喎，點跟得上學習呢？放心啦，我教過唔同年紀、唔同背景嘅學員。由電視節目到線下課堂，我最識嘅就係將複雜嘅內容做到最簡單化嚟教俾大家，等你可以好輕鬆咁上手。新嘅一年行出自信同埋底氣嘅。如果你都想新嘅一年咧把握運勢，活出更順嘅節奏咧，歡迎 WhatsApp 我嘅助手，了解課程同埋報名嘅詳情。WhatsApp 嘅 number 係59303416。祝大家喺新嘅一年行運行到腳趾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哇，師兄啊，又到年底了哦。你猜我們本期節目要講什麼？每到年底咧，就非常之多師傅，屬牛嘅朋友、屬豬嘅朋友、屬鼠嘅朋友，咁咧大家都好關心年度嘅運程嘅，所以咧我哋風水說道喺年底重磅打出我哋嘅年度運程系列啦。是，那我們也將會分為很多集啊，持續的輸出，一直到我們過年前都有的。係啊，一直講我們的這個生肖年度運程。冇錯，我哋想將我哋呢個角色啊，即係從一個風水佬嘅角色咧，變成生肖佬，係生肖佬嘅。因為咧，每到咗年底咧，你一坐低，所有嘅三姑六婆，喂，你屬乜嘢啊？哦，你犯太歲啊！原來明年我運氣很好。係啊，所以所有人都想知道，咁我哋不妨就將呢個系列拍得再深入啲，同市面上所有嘅師傅都唔一樣。好，那關鍵是師兄呢，我們這一次要講的一個話題呢，其實我看很多博主都講過，係，因為這個名詞叫赤馬紅羊。係，那雖然說講到赤馬紅羊，給人一種這種大紅大紫的感覺了，但我覺得對於我來說挺好的，因為我屬羊嘛。OK。對啊，明年好像又六合啊，是不是這麼簡單的理解呢？就好多人其實聽到赤馬紅羊同你嘅反應咧，係完全相反嘅。我覺得對於我來說應該沒什麼問題。因為好多人覺得哇呢樣嘢咁特別嘅，話又赤又紅，係唔係有血光咧？係唔係有爆炸咧？係咪有戰爭咧？好多人喺度諗緊呢樣嘢。其實赤馬紅羊咧，從天干地支去分析嘅啫嚇。因為我哋喺2026年咧係馬年，叫做丙午年。丙喺我哋嘅呢個五行裏邊屬乜嘢啊？火 fire 係啊，所以就赤啦，赤就等於火，赤子之心，所以就赤馬。咁咧去到咗2027年咧，羊年，咁啊去到癸年丁未係丁未年，丁咧亦都係等於係 fire。咁啊紅色亦都代表咗火，所以咧將呢兩年咧夾起嚟咧叫做赤馬紅羊。歷史上有關於赤馬紅羊的年份呢，
到底發生過什麼樣一些大的事件？因為大家有人擔心嘛，我們也要考慮一下觀眾啊，我們師兄的情緒。來，師兄，我們講一講。OK， 係啊，我首先同你講下啦，因為赤馬同紅羊咧，佢都代表咗火好激烈嘅年代。火好激烈嘅時候咧，喺古代咧就叫做戰爭啦，戰火紛飛。係啊，烽火連天啦，係啊。咁我哋喺道教上面咧，有位非常出名嘅一位天師，叫做張繼先。咁樣我哋覺得，哇！喺張繼先簡直就係我哋咁多代天師裏邊，我哋即係要效仿啦。從細就已經開始同皇帝接觸啦，跟住咧又係我哋狐仙娘娘嘅師傅，又係雷法。哇！太棒！係啊，又收咗第4位天師叫殺手堅，成為咗第4位天師嘅師傅。哇！簡直就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。冇錯，應該係咁樣講。即係咁多天師裏邊咧，我就係最敬佩佢啦。講到天師啦，就唔可以唔講到啊，佢同阿宋徽宗嘅一個傾偈啦。佢就請咗阿張繼先去同佢溝通下啦。因為當時阿宋徽宗咧係特別迷戀於道教道術嘅，大家就話佢呢個係除咗你唔係道士之外，全部都係道嘅一個皇帝嚟嘅。咁啊招咗阿張繼先入嚟啦。張繼先咧見過皇帝，跟住咧阿皇帝就問佢：我哋南宋非常之弱啦，咁啊好多嘅時候都受到咗外邊嘅入侵啦。咁咧你點樣睇我哋接落嚟嘅呢個時運啊？佢係俾咗句説話：赤馬紅羊之兆，收得意。佢嗰陣時叫咩咧？就話接落嚟要有好強嘅一個戰爭，或者有好強嘅爆發。請皇帝你先收得。哦，即係皇帝先收得。因為他是一國之主嘛。冇錯。跟住咧，點知咧就行到咗公元嘅1126年啦。我哋嗰個你知啦，金人去大舉進攻，宋徽宗先回過神，先知道。1126年，就係阿張天師同佢講嘅丙午年、赤馬年，然之後就係成個南宋，因為呢個丙午同埋丁未兩年發生咗戰亂，連皇帝都被擄劫咗入去。對啊，就是正史裡面是非常悲慘的這個南宋時期嘛，就是連皇妃啊都被金人擄掠當這個傭人啊、奴隸啊，係啊。所以喺呢個中國歷史長河裏邊啦，其實一去到赤馬紅羊咧，即係伴隨住好多嘅戰亂啦、饑荒啦、天災啦，係啊，變動同埋一啲更替喺度啦。我哋自己作為呢個世界嘅其中一份子，一定會受到影響嘅。咁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咧？OK，丙午、丁未呢兩個係非常強嘅五行，叫做火同埋土嘅五行嚟嘅。咁如果當任何一種即係叫做五行嘅形態變到咗最即係極強嘅時候咧，就係我哋叫做過猶不及咁咧就會令到另外嘅兩個元素比較唔好啦。第一個火係克金嘅，金元素不好。係啦，金嘅元素唔好，土係克水嘅，土克水，所以咧呢兩個我覺得就係比較大嘅影響。就是金和水。冇錯，我哋而家放眼睇翻呢個世界先啦。首先從水嚟講，你有冇發現呢2年嘅國際嘅貿易就差咗很多，包括中美呢方面嘅一啲貿易戰啊、關稅啊，同埋全世界嘅關稅。你見到阿特朗普啦。該要做嘅嘢，其實隨便加稅啦，今天50%，明天100%。那其實剛才師兄講的貿易，那比方說有一些朋友他是做跨國貿易的，那到未來2年是不是要更加的小心？更加嘅小心，更加嘅謹慎，同埋尤其係對即係你所在國貿易嘅對方唔係咁友好嘅話，嘗試更換一啲國家去做。那剛才師兄說到第二個就是屬金的，係金的會有什麼影響？咁我哋會發現咗成個世界嘅呢個金融系統啊，或者係貨幣系統啊，會變得好凌亂，或者係你見到日本嘅呢個貨幣嘅貶值啦，見到好多嘅國家嘅貨幣嘅貶值啦，其實我個人認為，
即係再一次嘅貨幣嘅戰爭亦都會出現翻。咁啊，我哋講咗呢個金同埋水嘅即係呢個影響啦，但係影響係影響，但係有一啲咧其實係好旺嘅。譬如話屬火噶啦。火係咩咧？科技、新能源、文化、傳播、娛樂、影視、餐飲算嗎？餐飲都算係啊。餐飲，因為呢個火好旺啊，我哋會見到喺呢個全球化嘅進程裏邊咧，就係我哋嘅一啲嘅機會啦。所以如果大家話喺呢個世代裏邊，我應該從事啲乜嘢比較好咧？我覺得同火有關嘅，你火有關的。盡力去喺呢方面去靠攏。沒錯。好，那剛才師兄講到了這個世界在赤馬紅羊這2年產生的一些大的變化和趨勢，那麼我們普通人應該在這2年當中注意些什麼呢？咁啊，我覺得咧，普通人嚟講，我可以從3個神煞嘅角度同大家進行一啲分析嘅。有啲人咧睇八字唔睇神煞，但我中意睇嘅，因為冇用嘅嘢咧，佢就早就唔存在啦，但係佢一存在一定有佢意義，因為佢哋都係5行嘅一個總結嚟嘅。咁喺呢2年咧，我哋會見到3個神煞嘅喎，陰差陽錯。陰差陽錯，陰差陽錯知唔知咩意思啊？陰差陽錯，我想的就是，比方說，我覺得這個頻道的播放量有100萬，可能他去了1000萬。總係事與願違。就事與願違。係啊，總係做嘅嘢。本嚟我好想去同你拍拖嘅，點不知咧我就好多嘢做，陰差陽錯，就錯過啦。明明我好想去認真去做嘢嘅時候，突然間桃花就好旺，陰差陽錯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嗱，我淨係對呢種人咧有一種嘅建議，係咩咧？順勢而為。順其自然。係啦，好多人就係話我要有呢個目標，嗰個目標唔係㗎。呢個好多陰差陽錯嘅人咧，就係叫你放棄咗自己嘅目標，好多嘢已經安排好啦，你就係咁樣做，無為而無不為，你反而攞到最好嘅人生。第二個咧就係孤聯煞，即係話個人會比較孤獨咯，唔中意同咁多人去社交，唔中意有一啲叫做一大棚人嘅娛樂。咁咧其實係呢個世代去俾到大家嘅一種孤獨感嚟嘅。孤獨感。咁你話呢樣嘢係好唔好？其實人本嚟就係已經孤獨㗎啦，係啊，你仲要喺呢個孤獨嘅個體裏邊冇一群人嘅照耀，因為我哋人一世咧喺呢個社會啊，或者喺呢個紅塵度飄蕩咧，最重要係要有一種歸屬感、體驗感。係啊，咁如果你缺少咗一啲體驗感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你嚟呢個人世行呢一遭咧，係有好多嘅遺憾㗎。即係我哋話，喂，你唔好理我啦，俾我試咗先啦。無論成功定失敗，我試過，我冇後悔。係啊，所以好多孤獨嘅人到去走嘅嗰一刻，發現咗有好多嘢未體驗。如果當年，我這樣做，所以嗰首歌咯，如果可以，茫茫人海，千年一次相遇。我覺得下一次豐盛說道，我們可以搞一個這個歌唱的專輯。好啦。咁啊，第3個就係你會要見到一樣嘢叫童子煞。又是童子。童子係咩咧？其實就係喺呢個末法嘅時代咧，話俾大家知。你其實係神仙派落嚟有任務嘅人，係一個覺醒嘅年代，的而且確係有一種宿命嘅悲涼感。但係都想同大家講，睇你點睇，因為我自己都係童子命。童子命咧就係話俾你知，你人生有好多嘢係神仙註定要安排你去做嘅，你跳唔出佢嘅呢個安排。有指引。係有任務，有天命。咁好似我咁。我接受咗佢，佢唔係一種悲涼，亦都唔係一種悲觀。我接受咗佢之後，我先能夠喺我自己嘅生活裏邊獲得咗最大嘅自由。因為之前師兄講嘅時候，我有一句話記得很深嘛，就是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。係。然後王德豐教授有句話就是40歲還不信命，此人悟性太差。係咁，對於我嚟講咧，就係如果一個人接受咗命運。佢其實係獲得咗最大嘅自由，因為我知道咗我喺呢個框裏邊，咁我就點樣玩都得啦。對，在這個範圍內，我可以盡情的享樂。
盡情咁樣去發揮自己。然之後我就發現咗莊子講嘅逍遙遊就係呢種狀態啦。那師兄啊，你剛才分析了這3個神煞，給我的感覺就是比較沉重。那如果有這個八字當中有3個神煞的朋友，應該怎麼去解決呢？或者說，如果我沒有，我是不是應該竊喜呢？好啦，聽你咁樣問咧，其實就係想幫我哋嘅觀眾朋友問下，如果我冇呢個3個神煞，但係咧接落嚟呢個赤馬紅羊咧，是不是萬事大吉？係啊，就萬事大吉。其實唔係嘅，我要同大家講下咧，喺接落嚟嘅呢2年，啱先我提到過，我自己係一個起火嘅人啦。如果你嘅八字五行係起火嘅話咧，我同你講，基本上咧係一個好強嘅能量，或者係天地神鬼幫你嘅一個加持。所以咧，如果喺2026年、2027年，你自己係喜用神係火嘅，前幾年都碌碌無為，一直揾唔到自己嘅方向，揾唔到自己嘅一啲叫做工作嘅機會嘅話，不妨從2026年開始咧，就盡力多啲去做嘢，把握。因為咧，你如果喺呢啲咁嘅時間段咧，1年過成好似人哋3年咁樣嘅話咧，你呢2年回頭一看，同類型嘅人或者同輩嘅朋友，你發現你將佢哋遠遠拋諸腦後，差距係啊，因為有好多嘅時候咧，我哋經常去諗好多唔去做，但係咧有時候咧時間就係咁樣錯過咗啦。所有嘅我覺得能夠把握到機遇嘅人，其實佢哋都喺度埋頭細幹，所以其實好多人已經知道呢個機會，佢已經喺度摩拳擦掌，喺度準備住，包括我自己。沒錯。那剛才師兄講的一個喜火的人啦，那在我的了解當中，火生土嘛，是不是屬土的人喜土的人也很好？係嘅，冇錯嘅，因為喜土嘅人咧，因為火能夠生土，咁佢絕對冇火咁好啦。如果最吉嘅話咧，我哋先會選擇火；次吉嘅話咧，就會選擇土。咁咧，金、水、木都要特別注意。木嘅話咧，就會攰一啲啦。點解咧？嗱，你嘅一碌木咁喺度，被燒啦，係啦，就會泄耗比較大嘅。咁咧，尤其咧木咧，代表咗我哋嘅手腳啦，代表咗我哋嘅毛髮啦。第二個咧就係手腳上面嘅一啲神經上面或者情緒上面嘅問題，因為木都代表咗我哋神經同埋情緒。所以咧，如果屬木嘅你係即係亦都係比較弱一啲，遇到咁大嘅火嘅話咧，我係特別建議嗱，多啲去讀書，多啲去抄經，多啲去揾一啲叫做有信仰嘅人去交流傾偈下，因為咧佢令到你嘅神經思維更加嘅清晰放鬆，甚至乎揾啲人去幫你做輔導、做療愈都 OK 嘅。那剛才師兄也講到了，屬木的人呢，可能精神有些緊張，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五行喎。應該咁樣同你講啦，唔知道自己嘅唔緊要，知道自己要乜嘢好緊要。嗱，好似我係冬天出世嘅，冬天出生，係啊，我就比較寒嘅，我就自然係要火啦，係啦。譬如話你係春天出世嘅，春天出世嘅話咧，木就好強，木好強咧就需要金啦，所以春天出世大部分人係起金嘅。咁夏天炎唔炎夏日咁熱嘅時候就係要水啦，所以夏天嘅起水。那秋天呢？秋天咧，我哋見到樹葉嘅凋零啦，植物嘅老去啦，咁佢係有金氣，但係咧佢需要嘅就係木氣，生生不息啊嘛。所以春天要金，夏天要水，秋天要木，冬天要火。咁呢個咧，大家應該大部分都知道㗎啦。啱先我仲有2個咧未講嘅，屬金，係啦，一個叫做你起金嘅人，如果遇到咗大火，咁點算啊？我只會話俾你知。火對於金嚟講咧係官煞，你嘅壓力，你嘅長輩俾你嘅一啲嘅説話，或者你上司俾你嘅任務會特別嘅多，會對你嘅消耗係特別嘅強，比木要強好多。佢最主要係代表咗壓力大，無窮嘅壓力嘅代名詞。咁如果係遇到咁樣嘅情況咧，我會建議大家咧，其實你要做嘅一樣嘢就係話埋頭苦幹，係啊，就是熬過去，聽明白了。因為我主動去應呢個劫，
同埋係個上天去要去我應呢個劫係兩回事嘅，即係我自己去主動去破呢個財係破100萬，上天要收翻我嘅時候可能要破1000萬，係咁樣樣嘅，因為呢個時候你要接受命運上面話俾你知係咩咧？人當然有順利嘅時候，亦都要係有考驗嘅時候。你將你平時都唔願意去挑戰嘅嘢，平時都唔願意去做嘅嘢，擺喺呢2年去消化咗佢，跟住呢2年你回頭看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即使失敗了，也覺得反正它很難嘛。係，我做過了，我就無怨無悔。就好似我哋咁樣樣啦，喜用神嘅年份啦，盡量將啲我擅長嘅嘢去多做一些。係啦，如果係克我嘅官煞年份咧，盡量就將一啲我原先唔肯去做，全部都做晒佢先。冇錯。那最後係屬水嘅。係啦，水嘅話咧，你知啦，你同埋個火亦都係一個交戰嘅啦，亦都係如果水係相沖啦，亦都係蒸發啦。咁我哋對於屬水嘅人嚟講嘅話咧，佢因為水都係代表智慧嘅。譬如話呢個修行人啦，唔好啊，佢嘅背面咧一定係藍色嘅，水就代表咗智慧嘅。係啦，尤其依家係一個覺醒嘅年代，如果你係需要水，你一定要提升你嘅智慧，先能夠避開到個火。其實咁樣樣嘅話，我會俾大家幾本書嘅推薦嘅。咁啊，我會喺我中華智慧大講堂嗰度咧，都會同大家會作一啲詳細嘅講解嘅。與神對話，與神對話，當下的力量，當下的力量，吸引力法則，吸引力法則，道德經，道德經，易經，易經，莊子，啊，還有悟道德，仲有好多。還有我們的悟道德就擺在這裡。今日我先同我哋個導演推薦咗叫做夢進化與價值的完成。咁啊，如果你能夠進入到呢個世界嘅時候咧，你能夠用你嘅智慧嚟對抗呢個火，咁咧就無往而不利啦。那其實剛才師兄講到的這麼多書籍啊，我相信可能如果說大家自己去看，也會有收穫。但是不如說我們看完以後呢，再跟着師兄的這個中華智慧大講堂一起來反覆的研究和討論。因為我知道師兄的這個課堂是開放性的嘛，就大家可以交流。那所以說，我們對感興趣、對課程感興趣的朋友，可以添加我們的 WhatsApp，然後加入我們的這個智慧大講堂。那在這裡呢，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師兄，你跟大家講了，就是說五行就是相對於赤馬紅羊這2年的影響嘛，但是可能這裡面會有個疑問哦，因為可能我知道我自己是金命。那是不是這個金命就是在赤馬紅羊裡面就是被克制，還是說它的喜用是屬什麼會影響？呢個真係要同大家非常之正式講清楚嘅。無論你係木火土金水嘅命，可能都會喜用火。亦即係話你係乜嘢命唔緊要，而係你個喜用神係乜嘢最緊要。冇錯。當你係起火嘅時候好，你起金嘅時候、起水嘅時候唔好。明白了。所以如果說大家想知道自己的喜用的話呢，也可以關注我們的這個中華智慧大講堂，裡面深入的講解。添加我們助理的 WhatsApp，可以去諮詢我們的課程。咁我就再翻嚟講翻呢個赤馬紅羊。其實赤馬紅羊我哋見到係好多嘅戰爭啦，好多嘅一啲嘅問題啦，但係佢亦都代表咗光明，代表咗向上。代表咗變革，新的創新亦都代表咗覺醒。對於我嚟講，佢係一個社會思潮再一次覺醒嘅年代。我係好慶幸喺呢個時候，我哋能夠用住最好嘅媒體傳播我哋嘅思潮。沒錯。咁雖然知道呢件事好難，但係我希望呢，如果大家能夠相信我哋嘅話咧，就多啲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跟 follow 我哋嘅一啲視頻。我哋希望通過我哋自己嘅一顆赤誠之心，令到大家都能夠喺呢個末法時代裏邊能夠有覺醒嘅機會，或者揾到自己本性嘅機會。所以佢既然係火，咁我哋唔好怕火，而係擁抱呢個火俾我哋嘅覺醒嘅機會。沒錯。那很感謝師兄對於赤馬紅羊這個關鍵詞的詳細的解讀了。那麼我也希望大家能夠持續關注我們風水說道的特別節目，就是我們的年度的生肖運勢。預告下先。我覺得所有生肖裏邊
最重要嘅先要了解犯太歲。沖太歲嘅屬鼠嘅，屬鼠的；犯太歲嘅屬馬嘅，屬牛嘅係害太歲，屬兔嘅係破太歲。好，我們下週同樣的時間約定你，下期節目再見。福生無量天尊。進入咗九紫離火，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，財運、姻緣、家庭以及健康。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，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，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。鑑於此咧，我決定推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，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，通過易經、八字、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，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。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，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。